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 Dustin。好，那各位，我们今天呢，好，专门要来讲的哈，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完全不一样，跟以前不一样哈。我们现在都会有1个月2次的研讨会，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主题。好，那今天的主题是很多同学一直在敲碗，非常关心在问的哈，就说这个 GMAT 新制里面呢，跟以前旧制不一样，新增了一种题型叫做 Data Sufficiency 的文字题。好，那么这种题型到底呢，我们在考试中看到它，我们用什么就是好的技巧可以去破解。OK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蛮多的题目哈，至少有大概8到10题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互动式的做题这样子。好，那因为是互动式呢，所以我准备一个功能。好，各位好，我们发现Zoom 它其实很适合用来做这种线上的问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一个叫做投票的功能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来让大家去匿名的分享你的想法。好，你的这个就是选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根据现场的每个人的想法，好来去一一的去解释这样子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data sufficiency 的 non-math questions。好，那我先讲这种题型呢。好，它本身是一个大概年龄才1年左右的题型。好，这个题型它当时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是巧巧出来的，没有人知道，而且甚至我都还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失误的成分。为什么？因为去年大概是4月的时候呢，是 GMAT 官方公布了 GMAT 要进行大的改制。那他们公布出来的改制的细项里面呢，我们明显看到的是 DST 被从原本的数学的地方，纯考数学的地方移到了就是跟原本的 IR。好，就是跟图表题啊、什么分页题啊放在一起。OK，好，但是当时呢，好，只是单纯的去移动而已，我们并不知道它的题型也会做改变，因为以前全部都是考纯数学的。好，那后来呢，直到正式考试的时候才发现，奇怪，我们看成绩单怎么有一个东西叫 non-math 的题目？那同学也讲说，这个题目就是好像不是在考数学，好像是在考跟逻辑推理相关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充分不充分之类的。好，对，那就我们也傻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年发表的 OG，好，当年在6月的时候发表的 OG，这改制之后发表的 OG 是没有这个题目的。OG 里面所有的 DST 都还是数学相关的 DST，全部人都傻住，同学也傻住，我们也傻住，我们根本看不到这种题目长什么样子。但到后来呢，就因为我们太多负面声浪去传回给那个 GMAT，他们在2024-25就是今年年中的最新这一版 OG 里面才开始出现了补充了很多的这个 DS 的题这些文字题，所以现在我们才有办法去做这个讲座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跟大家不好意思说一声来晚了这样子。好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讲在从今年现在开始倒回去算呢，他刚出生的第1年，其实各位可以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题目他如果要出生出来到被正式计分，它其实要经过一个测试的阶段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刚被设计出来，我们不知道这个题目到底品质好不好。好，那他们怎么去判定一个题目品质好不好？就是要去看说放在正式考试里面给考生的群体去做，到底今天考生们是不是可以去能力越高的同学可以去做对吧？能力越低的同学就会容易做错，要有个相关性在。就是统计学上要有个代表性在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不合格的话，当然这个题目就不会变正式题，就不会被计分。甚至呢，就算是合格了，我们也要透过同学们做的表现，才知道说这个题目大概跟什么样能力的人难度是差不多的，他才能去帮那个题目去定难度。好，那定了难度才能去进到这个试性测验里面，还会根据你的能力去调难度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这一切。演算法要有足够的数据，都一个题目要经过足够的测试。好，所以过去1年呢，这个题目就算你在考试中遇到，它大概率是不算分的。OK，好，是测试题，但接下来就不好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搞不好他们题目的数据已经收集完了，所以现在开始我们要认真的学习，好不好 ？OK，好，那我们先回顾一下DST 的这个基本观念。基本观念是什么呢？说一个题目会有一个题干。OK，会有一个题干，这个题干呢，可能会搭上文字，然后呢，它最后会有一个问句。这个当然有些时候它只有问句，就有长有短。那接下来我要说，就是说这个问句呢，你要想的是你能不能给它唯一解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能够明确的回答 yes or no， 明确的回答100%是或100%否。OK，好，注意100%否也算是 sufficient 哦。OK，好，如果你发现你不能给它唯一解，可能会有2个以上的解，你不确定，或者是你发现有些情况下是 yes， 有些情况下是 no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叫做 insufficient。OK， 好，那5个选项呢是不用去看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呢5个选项每个题目都是一样，它都会给2个条件，然后每个题目的物选都是一样。选项1是什么？条件1单独就可以成立，但条件2不能成立，不能单独 sufficient。选项2，条件2单独 sufficient， 条件1单独不 sufficient。A 跟 B 分别是这个各自单，条件1单独 sufficient 或条件2单独 sufficient。选项3，2个各自单独不行，但是呢，2个合在一起是可以的，这叫选项3。OK， 选项4是什么？A 跟 B 以上皆是，就是条件1也可以单独，条件2也可以单独。选项1就是什么？走投无路，怎么样都不可能，怎么样都不知道。
目前给一的一些资讯，不管是合在一起或单独起来都不知道。OK， 好，来有了解我刚刚以上讲的这个东西的，可以帮我打个一吗？好不好？我们先确定来帮他复习一下，这样子。OK，我这就是体系的基本的概念。好，复习完之后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就来看，好，如果今天是没有数学纯文字的 DST， 你会去怎么做？好，现在我们来做第一个调查，好不好？这个题目我们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。OK， 好，稍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我来重启一下刚刚的那个问卷调查，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，然后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做，这样子。好，来。好，请各位，你只要做好了，你就可以直接按下就是这个按钮了。我们会在1分钟之后，或者是我们会在75%的人回答之后，我们来分享结果，好不好？这样子 ，OK。好，我先补充一个点，正式考试里面，对不对？正式考试里面一道题目，它其实应该是要什么？应该是要在1分半到2分钟之内解完，就是 DST 啦。好，整个 DI 里面，如果是正常的平均呢，就是45分钟除上20题，应该是一题2分15秒。但是 DI 我希望你能够做得快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 DI 是属于文字最少，而且5个选项也不用去看。好，但是如果像其他的题目，比如说图表题啊，比如说 TPA 就是那种双栏选择题哈，比如说 MSR 那个更可怕，就是说是整个题组有好几个分页，对不对？那这种时候呢，我就会希望你能够做得长一点。好，但是做得长一点，那我们要从哪里来补充呢？当然就是从这种比较短的题目来补充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去练到说 MS 这个 DST 应该是1分到1分半左右，或者甚至1分半到2分钟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同学的这个回答哈，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集中在一选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有些同学选 A， 有些学生选 C， 分别是22%的人选 C，21%的人选 A。现在我先暂时不揭晓这道题的答案，我先让你看另外一道题，好不好？现在让你去做另外一道题。来，我们现在呢重启了调查，现在请你帮我做第二题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做第二题，限时1分钟到1分半。好，你做完就可以直接按了。好，我们还有10秒钟。好，各位，好，我们来看哦。好，来各位，我有点意外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大家的回答反而变得比刚刚比起来更不平均了？刚刚很多同学选的是一选项，对不对？现在变成是 C 选项跟一选项各半。好，其实上我觉得这个显示了一点，就是各位同学在做题的时候呢，你们其实都没有用到一个技巧。好，这个技巧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代入思考。好，去代入去思考，去想说，如果我是题目里面的一个当事人的话，我会怎么去思考 ？OK， 好，什么叫代入思考呢？这是我们做就是 DST，尤其是所有的 DI 题，就所有的 data insight 的题目，就这个科目里面所有的题目你应该要使用的方法，不管是你是做图表题，还是在做什么 MS， 还是做现在的 DST， 因为代入是用在应用题里面的，就是有故事才能代入。如果是纯数学题，纯那种就是抽象逻辑题是不可能去代入的。可是呢 ，DI 有一个特色，所有的 DI 题目都一定是应用题，都一定是解 case 的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，非常去伸展使用这个方法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比如说，像举个例子，现在你的当事人是谁？你就是一个台湾游客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要去法国的台湾游客。OK，好，这就是你哦。把自己带入其中的一个当事人的角色。好，你在问自己一件事情，到底我需不需要？我去法国需不需要签证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这个时候你去上网去查资料，你发现呢，有第一个资料在眼前出来跟你讲说，其实如果今天是实话，申根的国家了是可以去法国不需要签证的。可是这个时候你会问自己一件事：什么叫申根签证国家，对不对？我是申根签证国家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可以迅速的排除第一个条件，可以迅速排除第一个单独成立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？说我们就先撇开第一个，我们就先单独看第二个。注意哦，各位，你在做 DSE 的时候呢，你一定是要先分别检验。好，如果你刚刚不是做这件事而选到C 选项的话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好，你要分开检验。好，我们把第一个条件遮起来，去想单独第二个条件。好，如果我今天上网去查资料，我要去法国，不知道我需不需要签证。我查资料发现，资料突然写了一句说台湾不是申根的国家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会想什么？我一样会问说什么是申根国家，对不对？OK， 我只是看到说一句叫台湾不是申根国家，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申根国家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跟我签证的关联性。所以如果只看到第二个资讯的话，我一样是不能叫 sufficient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重点来了，如果两个资讯合在一起，好，申根国家的人不需要签证，好，那所以呢，我要知道我是不是申根国家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不是申根国家，好，所以第二条件给我了，所以我不是申根国家，那我需要签证吗？来，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哦，好，比如说今天我说有买票的人，比如说譬如说今天有买票的人可以提前入园，对不对？可以提前入场。那没有买票的人可不可以提前入场呢？不一定，为什么？搞不好他认识别人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他认识里面的人，对吧？好，搞不好他有一些其他的条件，搞不好他是工作人员或者什么其他事情。所以在逻辑上呢，是申根的不用签证，不代表不是申根就一定要签证。有可能台湾跟法国签订了其他的免签证协定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，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不是需要签证。所以这个地方题目答案是一选项。
有了解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一个1吗？好不好？有吗？这边可以了解吧？好，我们带入思考的时候呢，就是可以让这个题目我们的思考的速度会比较快。好，好，来各位，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带回来这边的话，我们会带入谁？好，到底就是这间公司有没有去把什么？有没有去把这个苹果去出口到印尼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有没有去出口？我们就可以想，我们的角色是谁？我们的角色不会是消费者，我们的角色也不会是第三者的什么政府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什么学者？我们要带入一个当事人，这个当事人是谁？就是这间苹果公司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苹果公司。好，到底我今天能不能出口，或者是有没有出口，我要怎么去思考？好，首先第一个，假设我是这间公司里面负责进出口的，好，我上网去查资讯，我发现叫什么？第一个资讯叫做，好，只要是在这个协会里的都有去出口，可是问题来了，我不知道我们公司是不是这个协会里的人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条件一是 insufficient，OK，好，那再来呢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？我们单独看，注意哦，要单独看哦，说我不是这个协会里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这个协会里的人。但问题来了，我如果只看到这个条件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协会到底今天跟出口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二个条件 insufficient。但如果把两个选项放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：好，是协会的都会出口。那我不是协会，那我难道就不能出口了吗？好像也没有人规定我不能出口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好，申根国家不需要签证，我不是申根，搞不好我们也不需要签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两个条件合在一起也无法得到答案，所以这道题答案一样是 E 选项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发现，其实好这些题目呢，当我们今天好换成一个适合我们的情境，不管像这个题目的台湾人的情境，好，或者是像这个题目，好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自己主动带进去，变成一个我们是苹果出口公司的情境，好，我们的思考都会变得更有条理化，这样子，OK，好。但是我刚刚也发现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在做第二题的时候，发现选择 C 选项的人明显变多了，对不对？那代表一件事是什么？刚刚各位在最后一个思考卡住了。那什么思考？刚刚选择 C 选项的人要请各位多注意哦，哈。如果你是在第一道题选择 E 选项，但第二道题却选择了 C 选项的人，或是一直以来选择 C 选项的人，你的逻辑有一个盲点，就是你把若 P 则 Q 好等同于若非 P 则非 Q，这个是不能等同的，逻辑上是绝对不能等同。OK，好，为什么？天上下雨，地上就会湿，但是如果天上没下雨，地上就一定是干的吗？逻辑上是不对的。OK，好，为什么？有可能其他原因让地上湿嘛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好，是生跟果就不用签证，那不是生跟果就一定要签证吗？也不一定，搞不好他们有另外的签证协定，另外的免签协定。好，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件事哦，你的判断里面你不能说是 A 就是若 P 则 Q 不能等于若非 P 则非 Q。好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逻辑。所以刚刚如果选择的是 C 选项的同学，你们一定要小心，觉得这个逻辑是不能成立的。好，但是你的逻辑思考里面会不小心让这个逻辑成立。OK，这个在 CR 里面、跟在 TPA 里面，还有在 DS 里面都有可能会是你错误的，好，就是错误的盲点这样子。OK，好，好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代入思考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第五道题目。好，来第五道题目呢，现在我来让大家做1分半钟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三道题目了，不好意思，好，来，我们开启投票，让大家做1分半钟。来，快要1分钟了，怎么只有一个人回答？来，好，我们现在1分半钟了哈，我们看到50%人做完了。OK，好，来，如果是你是剩下还没做完的同学，你就要小心哦。这种题目就是 DS 题，在考试中应该是要在1分半到2分钟之内做完，所以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你的警戒时间了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一下结果哈。来，我们看到结果里面的54%的人选择了 B，31%的人选择了 E 选项，15%的人选择了 D 选项。OK，好，那我现在先暂时不揭晓答案，我先让你做另外一道题，好不好 ？OK，好，来各位，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道题。第6道题，请各位也一样，限时1分半钟，我们来作答。不好意思，我打错一个字，这个我字我忘了改。好，这边应该是你把它当成桃园，嘿嘿，这个字我忘了改。各位，好，我们现在看看这道题怎么做哈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其实现在这个回答哈，其实也蛮像的，OK，跟刚刚蛮像的哈，就是只是呢，好像大家选一的人变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回答。好，来各位，在这个题目里面，我们要把自己带到谁的角色？我们先来看这个题目哈。好，我们说是不是所有的就是这些旅行者，如果就是有 COVID 的症状的话，就必须就是会被隔离，被要求是隔离这样子。OK，好，好，我们就把自己带到什么？我们就把自己带到说什么角色？注意，这边如果今天你带到游客的角色，可能会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看的不是任何一个旅行者，我们看的不是单一的旅行者，我们看的是所有的旅行者。OK，好，如果只是看单一旅行者，用单一的视角来看的话，你可以去想说我会不会被隔离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它的题目问的是所有的旅行者，
所有的游客有没有被隔离。所以呢，你就算证明了你自己被隔离，你也不一定会去证明到别人会不会被隔离。好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带入到游客的角色，就不一定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那我们来想啊，如果在这个问题里面，谁最关心是不是所有的游客有症状都会被隔离？谁最关心？应该是防疫中心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自己带入陈时中的角色，好，所以注意哦，好像这个地方谁最关心全体，我们就不要把自己带到个别角色，因为你作为旅客，你担心的不会是别的旅客，你担心的会是自己会不会被隔离。所以我们要想的是什么？就是防疫指挥官，比如说陈时中的角色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是陈时中的话，你在想说，到底机场是不是有做到完完全全的防堵，完完全全的这个隔离，是不是所有症状都被隔离出来了？好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这几个选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件单独出现。OK，好，Some travelers infected with COVID-19 may not display symptoms upon arrival. 好，at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. OK，好，来，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什么？他说有一些得了 COVID-19 的人，他可能不会去显示症状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可能不会有症状。好，但问题来了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已经有症状、已经显示症状的人有没有被隔离。那至于有多少人有症状，多少人没症状，这件事不太重要。我要看的是，如果有症状的人，他有没有被隔离出来？OK，如果我是指挥官，我要问的是，如果有症状，我们看到症状，我们把它拦下来。就像我问说，哦，就像这个地方就好像我是陈时中，我想要知道说，如果我们检测到一个人发烧，这个人有没有被拦下来？结果呢，现场人回答我，哦，有些人不会发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果你看到他发烧，你会不会拦他下来？好，这边有理解我的意思的同学可以帮我举个手吗？不是举个手，哎，打一号，OK，好，有发烧的人，好，有发烧的人会不会被拦下来？好，如已经看到你发烧，结果你会不会被拦下来？结果呢，你跟我讲说有些人不会发烧，我不在乎有没有人不会，我不在乎那些没有发烧的人，我只在乎如果你看到他发烧的话，所以第一个条件其实是不能够 sufficient，不能成立的，OK，好，这是不能成立的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二个题目，好，不，应该说第二个条件，他说 Only travelers who have the high fever are required to quarantine upon arrival at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. OK，好，只有什么？只有发烧的人，好，才需要被隔离，而 COVID-19 不一定会发烧，好，它的症状里面不一定会发烧。OK，好，所以从这个选项来，这个地方就等于说什么？陈时中问说，到底今天所有是不是有 COVID-19 症状的人都被隔离？那其实症状有好几种，症状可能有些人会没有嗅觉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没有嗅觉，有些人流鼻涕，有些人发烧。好，有些人流鼻涕，有些人发烧，有些人像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没有嗅觉之类的，或者是咳嗽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机场人说什么？跟你回答说，在这些症状里面，我只选了要发烧要隔离，而且流鼻涕我都放他走了，那些咳嗽的人我都放他走了。请问各位，这个时候你如果是陈时中，你觉得到底是不是所有的游客，所有有症状的游客都被我抓到？你觉得有还是没有？来，你们觉得有的帮我打 yes，你们觉得没有的帮我打 no。在聊天框里面，好，是有还是没有？就很明显是在我们大指挥官陈时中我们的眼里看来，对不对？明显就是漏网之鱼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都跟我讲说你自己也知道，COVID-19 有好几种症状，有发烧，有流鼻涕，有就是失去嗅觉。你跟我讲，你只有其中一种会隔离，其他都放他走了。那请问，这种时候是不是代表说你一定不是所有的旅客都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确实的回答 no 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条件，我们可以确实的回答 no，not all travelers who show symptoms，OK，are required 好 to quarantine，对吧？好，我们能确实回答 no 了，所以这个时候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是 B 选项。OK，好，就会是 B 选项。好，那你说 Dustin，哎，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同学哈，他选了这个一选项，但是为什么呢？好，原因是什么？来，各位注意哦，刚刚选择一选项同学，请你这边仔细听我讲，你的盲点跟刚刚的盲点不太一样。你现在的盲点是什么？刚选择一选项同学是盲点是你以为一定要回答 yes，你以为一定要证明往 yes 的那个方向证明才叫做 sufficient。但是各位注意哦，在 DST 里面，我们不是只能回答 yes，我们不是只能往所有人都会被隔离的状况去证明。如果你能证明不是所有人，好，你能证明能回答 no 的话，OK，那也可以。OK，好像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能证明说不一定所有的人，对不对？不是所有人会有漏网之鱼，这个时候我们也算是 sufficient。OK，这样各位有理解吗？好，但是第一个条件就完全没办法给我们回答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没有办法让我们证明到底所有人都被隔离，或者是不是所有人都被隔离，他完全无法回答。所以第一道题是 unsufficient。但第二道题，它能证明有漏网之鱼，那就代表说不是所有的人，我们能够回答 no 的情况下，也叫做 sufficient。
好，所以请刚刚回答一的同学，请各位多小心哦。在 DST 里面，我们不是只有往 yes 的方向证明，我们往 no 的方向也可以证明。哦，只有在你无法回答 yes or no 的情况下，才是 insufficient。OK， 好，哇，有这个投票团真好啊！所以现在我们来回来看一下，你会发现这两道题目，好，这道题我就不用再多讲，为什么？这道题目其实就只是把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情境，把它冠上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，什么亚曼纳卡，对不对？好，什么卡斯比，好，从中亚，好，这个很像是中亚的国家的那个村庄、那个城市的名字，飞到日本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山中这样子，OK，好。啊，不是飞到了，应该说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特别的病这样子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其实这里面的故事完完全全就是我们生活中会经历到故事啊。所以如果你能在看文章的时候，你能够把自己带到一个角色里面去，然后用那个角色去跟别人对话，或者去找资料、寻找资料的方式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上网找资料，看我需不需要签证，或者是机场这个防疫指挥官去现场去问第一线的防疫人员，他到底做了什么事。我们用找资料、找证据的精神来去思考，这种时候很多题目会更清晰。